我们的房子才500块钱。500块钱一套房。大家好，我是大王。我是小王。500人民币，不到100美元，一套100平米左右的房子，也就是说不到一顿饭的钱就能买一个房子，你敢信吗？如果真有，那买它个几千平米的大平层，在公寓里面骑自行车搞大型 party， 过上土豪生活，岂不是分分钟实现？这样价格的房子还真有，就在羌笛无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玉门关。要说中国大陆现在有些偏远地区的一年火爆一时，这个鹤岗几万块钱一套房子，当时人们就已经惊诧不已了。因为其实啊，离鹤岗并不太远的一些地方，比如像鸡西、佳木斯等等这些东北地区的房价，那也有几千块钱一平米呢。所以鹤岗当时的房价几万块太便宜了。因为这个土地加建筑成本其实本来就差不多要2、3千块一平米，所以当时鹤岗的房价真是出圈了，不少人也跑到鹤岗想去满足一下拥有一套房产的梦想。对，我记得我还刷到过微博热搜嘛，就说鹤岗1万人民币就可以买一套房。对，其实鹤岗1万人民币的房产已经是最差的了，如果要想买好一点的鹤岗的房产，也要几万块钱。那玉门关这个地方好像感觉跟鹤岗也差不了多少啊，而且鹤岗的气候可能比这里还要更冷，对吧？就算它在西北，比东北还要更偏僻一些，那房价怎么就至于这么便宜？只相当于鹤岗的1/50甚至1%。那它这样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啊，人都走了，所以房价才会这么便宜。只要有人，其实就不会这样。咱们来继续看这个视频，为什么玉门关的房价如此便宜？这里是甘肃玉门关老城区玉门汽车站，整个楼呢都被掏空了，但是这玉门汽车站也是营业的，1楼有人。这里被网络上称为鬼城，一套房只需要1000元。视频中这些7层的小楼没有一户有人烟，还有大量废弃的门面房，并且还有废弃的医院和废弃的学校。候车室也是售票处。这些都是班车，包括这个小白车也是，去往各个地方。这座5层小楼虽然楼上已经废弃了，但是不影响楼下正常做生意。通往楼上的必经之路也被堵死了。前面的地方啊，就是汽车站，这里呢高楼很多，但是你要仔细去看的话，基本上都是空楼。以前啊，这里号称西北的小香港，现在都是这个样子的。这个亭子是公交站的亭子吗？现在都是2025年了，快10年的横幅还在这上面。还有一辆公交，轮胎没有气了，中通客车，不知道说什么好，全部都是灰尘，并且还有很多的，这是什么？毛毛、柳絮。当年的人就坐着这大巴车。这里还有个板凳，对着这个走廊。哇，全是垃圾。大家看看，这应该是洗澡堂吧？正中间一个板凳，还有肥皂。哎呀，这个里边说话还是有回音。当年的灯泡。
好大。哇，这地上全部都是灰尘。指导我们思想的什么看不清楚了？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走了，出去。我把他的门给关上吧。大门出来，这边还有个通道是封死的。旁边的楼大家可以看一下，都是没有人住的。一共是4层。1楼银行，2楼是火锅，3楼依旧是空房子，窗户都没有。刚才它里边2016年的条幅，也就是说10年前左右还有人在这里搞活动呢。那人呢彻底流失，主要是最近这10年。那他这个视频啊，我就觉得啊，真正的鬼城才是他这样的才是鬼城。而那以前看的什么鄂尔多斯等等一些新楼没有人住，还那真称不上是鬼城。你看那澡堂子的场景也特别经典，在以前，尤其是北方的澡堂子，就是这么坦诚相见，大家见惯不怪。这跟北方人的性格也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大家在澡堂子里不会觉得不好意思，反而会经常开玩笑，嘻嘻哈哈。进一步后来又衍生出了著名的东北澡堂文化。给大家一个建议，如果你第一次到这样的澡堂子觉得不好意思，千万不要扭扭捏捏，你越扭捏，周围的人就越关注你，你就要理直气壮，大大方方。其实不仅东北的澡堂是这样，北京的澡堂也差不多。因为我作为一个南方人嘛，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在北京上大学，第一次去这个澡堂确实非常的惊讶。但是怎么说呢，人确实是一个适应性非常强的动物啊，就去了几次之后就习惯了。就是北京现在很多大学的那个澡堂哈，不像它这么敞开，但是呢，中间其实也就是有个小隔栏，大家彼此还是你能够看见对面的人的，就是反正就还是就是挺坦诚相见，确实有点别扭。另外看视频礼堂那段，我脑子里当时就在想，你想10几年前这样的礼堂肯定也不是一般什么人都可以随便进的，除了搞晚会排节目，那肯定是有点关系或者有点小特权的人才能享用这片场地。当时人们可能还在这里兴高采烈的打球、排节目、搞晚会。当时的人，你想谁会想到10年以后这样的一个地点积满了灰尘，把这个时空一连贯起来，就特别容易让人联想起岁月易逝，人生匆匆，只有过好当下，享受每一天才是最真实的。而且我看到这些居民楼其实都是那种小高层，很多看起来都是南北通透的。虽然这个小楼看着挺老旧，但住起来应该是挺舒服的。而且这个地方看着天气也都挺好，经常是阳光明媚，所以这个楼看着你看外观也都质量不错，没有太多破败。你想啊，都已经废弃这么长时间了，还有那种窗明几净的感觉哈，这样的一个地方放弃了，真的是挺可惜的。玉门市地处甘肃西北部，是酒泉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总人口大约10万人。需要注意的是，它的名字虽然叫玉门，但我们熟知的玉门关遗址其实位于敦煌以西约90公里，并不在玉门市境内。玉门市区大致分为2部分。这个老城区也被称为油城，它靠近上个世纪玉门油田的开发区域，是最早的城市核心，就是我们视频中看到的那片区域啊。这片房地产市场已经彻底崩盘了哈，大量的二手房挂牌价，甚至有比500块钱还低的，就是一座资源型的城市在产业转型失败后的真实缩影。那说一说这新城区啊，就是为什么这老城区要弃置，然后搬到新城区啊？这个新城区它在老城区直线距离大概50公里的地方，是现在的政府和主要的人口聚集地。因为这个现在其实新城区的人口也有流失，因为毕竟它在4、5线又在大西北，所以人口啊始终是在不断的向核心城市和2、3线城市以及沿海城市去聚集的。那现在呢，当然新城区还处于一个正常的一个运营状态。那这里的房价，我做节目之前特意查了一下，新城区的房价你猜多少钱？
那老城区500人民币，新城区但也没人呢，那就2000人民币一套吧。哎，还真不是，一套大概100平米左右的房子要50万左右啊，是不是要掉下巴？也就是说，大概可能5000块钱1平米。当然了，我看了整个城区哈，大概平均价是3000左右。但是你想，新老城区差别还这么大呢？然后这个老房子它很多都是装修，我看了一下还相当不错，它装修费用可能都要20万左右，所以毛坯房大概可能就是3000块钱左右一个平米。挺符合中国现在4、5线城市的房价的这么一个现状，也就是说没有那么夸张，只有这个老城区它就是因为废弃了，所以才这么夸张。另外，我又进一步搜了一下这个资料，发现这个玉门老城区这个地方，并不是说近几年随着中国整体房地产市场价格下行才这么惨。其实从2019年开始就已经有记者报道过哈，说玉门的房价已经跌到几百块了。玉门这个地方啊，它知名度其实非常高，之前不是被称为西北的小香港吗？春风不度玉门关这个诗词啊，也是给它加持了，而且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油田所在地。大家都知道大庆油田，但其实啊，玉门油田比大庆油田早了足足20年，就是因为这个石油资源的枯竭，所以从2003年开始就开始迁移了。那为啥要迁到这个新城区？核心就是因为新城区它紧邻这个兰新铁路，已经通了高铁、高速公路和国道也都挺畅通的。相比之下，这老城区啊，几乎哪里也不靠。那必须要走出20多公里才能到312国道。在经济飞速发展的现在，你不具备交通条件的老城区，它就不适合作为主城区了。大家看看这个新的玉门高铁站，看起来是不是还挺气派的哈？那这个地方还有可能恢复原来的人气吗？太难了吧？你比如说哈，对，你看有人就想了，就是买一栋楼大概也就几千块，往高一点说1万多块、2万块，能买一栋楼啊，超级大平层。你就当成你是住在山谷里的富豪，改造，把它改成大平层，你觉得这样可行吗？一般人我觉得还是很难接受的，因为你的吃喝拉撒嘛，然后人还是一个群居动物，有的时候你想去看个演唱会啊，或者看个电影，周围配套设施还是要得跟上。但是我确实最近几年看到一些做自媒体的年轻人啊，就是跑到这种特别偏远的地方买一个，对，然后可能是买一个那种小院儿，然后可能也就是1块钱买个挺大的院子，然后开始做自媒体节目嘛。有的是想模仿李子柒啊，就是那种农家院烧菜，然后有的呢确实是买一些这种2手房，但是比较便宜的，然后打通一个大平层，然后可能就是录一些他自己的生活吧这种。但是这个它是其实是作为一个自媒体的一个需求，或者说一个卖点在这。如果是正常生活的话，确实还是挺难接受的，尤其有的人有小孩，还要考虑到子女的这个教育问题。对，你比如搞直播创业的，反正自己本来也没有多少钱，对，现在创业阶段嘛，可以艰苦一点，他就专门，假如说真就买几个楼哈，然后搭各种场景，还可以作为一个短视频啊，或者是影视基地，因为这个就是老工业区嘛，你都不用进行各种各样的再造场景了，就可以直接在里面拍，而且都没有人，你愿意去哪拍去哪拍。然后搞出一点动静之后，是不是还可以考虑向外出租收费啊？因为很多这个地方的小区的物业成本，你想都要几千块。这里一套房才500块钱，成本太低了。就算周围你刚才不说是荒凉一点，但50公里之外就有新城区啊，50公里开车大概也就1个小时左右。那么每周1、2次的集中采购，满足生活需求，只要这里有水有电，卫生间的上下水是正常的。这个地方其实真的是一个挺理想的影视基地和隐居地点，这可比山里面那些遁世隐居的条件要好很多，最起码你不用住帐篷啊。而且我觉得这里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作为工业废墟或者城市遗产做文化的再开发利用。当然了，问题也非常多哈。第一个就是刚才说了，交通不便，毕竟啊，它距离高铁要50多公里，而且中国的西北地广人稀，比如真来了那么一个比较大的影视组的来这里拍电影、拍电视剧的话，条件恶劣是一方面，那吃住行都是问题，还有就是安全问题。估计这里啊，就算有监控摄像头，现在也都在逐渐损坏之中。要真是住在这里被盯上了，那真是比较危险。以前西北出过很多的恶性案件，比如那个著名的甘肃白银案，就是中国刑侦历史上跨度时间最长的连环案，曾经很长时间都没有被侦破。总之啊，无论是在世界上的哪个角落，资产价值的核心永远离不开3个字儿：地点，地点还是地点。
我插播一句，就是我们现在录节目的时候，邻居家的狗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在狂叫，所以大家如果背景里听到一些狗的叫声的话，多多包涵。对，不是我们不去制止啊。对，玉门老城区的衰落并不是偶然，它身处中国的大西北，远离高铁，远离国道，脱离了时代主干道。曾经因为石油而繁荣，也最终因为石油而被遗忘。曾经被称为西北小香港的玉门老城区已经不再繁华，但它曾经存在过。它留下了工业的遗迹，也留下了一个时代的记忆。刚才看那段视频，真的就让我联想起那个屈原小友出猎的年代，想起有那么一代人曾经在这里挥洒青春，那一代人也有他们自己的丰满的故事。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点赞、转发，打开小铃铛。下期再见。